大家好，这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异断层与异断层系统。异冲断层的断层面可以表现为不同特征的几何形态。沉积地层中发育的异冲断层，常见的表现形式为台阶式。台阶式断层一般由顺承断层和斜向断层组成，其中顺承断层平行于地层面，一般为近水平，称之为断平，往往在相对软弱、滑脱性质好的地层，或者岩性差异显著的界面上发育，就是我们之前学习的滑脱断层。斜向断层则是连接两个高度不同的断平的断层，其与地层的角度相交，切穿地层，称之为断坡。在挤压逆冲推复系统中，根据断坡与挤压方向的关系，断坡可以分为与挤压方向垂直的前断坡，处于挤压的应力状态；与挤压方向平行的侧断坡，处于剪切的应力状态；以及与挤压方向斜交的斜断坡，处于压扭，也就是挤压加剪切的应力状态。因此，不同的断坡类型会发育不同的构造特征。如动画所展示的，当异断层发生转折或者弯曲，断层上盘地层无法完全沿断层活动，而不产生构造变形。实际上，当地层沿断层活动时，不仅仅会产生位移，还会产生褶皱变形。这种由断层活动引起的褶皱作用，我们称之为断层相关褶皱。断层相关褶皱在褶皱冲断带内广泛发育，根据其形成机制不同，地质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断层相关褶皱的运动学模型。我们在这里简要介绍其中最为常见的三种。第一种叫做断层转折褶皱，由断层上盘沿台阶式的异冲断层面运动所形成。一般断层转折褶皱至少有两个断平和一个断坡组成。地层通过断层的转折位置发生褶皱变形，其褶皱形态受断层形态控制。转折褶皱会吸收部分断层位移量，但大部分位移量仍然会沿上滑脱层继续向前传递。第二种叫做断层传播褶皱，由一个断平和一个断坡组成，是断层向前传播的过程中形成的褶皱。其特征是褶皱的前翼宽度较小，铲状较陡，而褶皱后翼的宽度较大，铲状较缓。断层断距向上逐渐减小，并在某个位置终止。断层所有的位移量都会被褶皱作用所吸收，不再向前传递。第三种叫做滑脱褶皱，由顺承的水平断层所形成。除滑脱断层外，无明显的切承断层存在。滑脱褶皱形成过程中需要塑性流动，填补褶皱核部区域容身的空间，因而一般需要一定厚度的塑性地层的存在。在逆冲推复系统中会发育一系列逆冲断层，这些逆断层以不同形式组合在一起，会形成不同的构造组合。其中，叠瓦式逆冲构造是逆冲断层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基本形式，它由一系列铲状相近的逆冲断层组成，它们各自的上盘向同一个方向逆冲，像瓦片一样错位叠置。所有的叠瓦逆冲断层向下收敛到一条低角度的主干断层上，每条逆冲断层都会造成褶皱作用。与叠瓦逆冲构造相似的还有双重逆冲构造，又叫双冲构造。它是由顶板逆冲断层与底板逆冲断层以及夹于两者之间的一套叠瓦式逆冲断层和断块组合而成。
双冲构造与叠瓦逆冲的区别是，双冲构造具有顶板断层，而叠瓦逆冲没有顶板。双冲构造的折皱作用不仅仅发生在叠瓦逆冲断层的上盘位置，也同样发育在顶板逆冲断层之上。此外，逆冲推覆系统还会发育反冲断层和突发构造。在向一定方向逆冲推覆的断层系中，往往会出现与总体倾向相反的逆冲断层，这种方向的逆冲断层称之为反冲断层。反冲断层与同时形成的逆冲断层围线部位因强烈挤压而上冲，形成变形强烈的隆起构造，即为突发构造，也称冲起构造。逆断层和逆断层系统的内容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